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可爱家庭。今天要为大家解析 INFJ 不为人知的童年人格构成。我爱你们 ！INFJ 童年人格构成，神秘小哲学家的搞怪养成记。INFJ 这个被称为神秘主义者或预言家的 MBTI 人格类型，总给人一种我好像懂你，但你永远猜不透我的感觉。他们的童年绝不是什么简单的吃饱睡好上学去的流水账，而是一场充满内心戏、哲学思考和小怪癖的奇妙冒险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剖析这群小小 INFJ 的童年人格构成，带你走进他们那颗既温暖又神秘的小宇宙。第一章，内向直觉。你的萌芽，我为什么存在的幼稚园版。INFJ 的核心功能是内向直觉。你这玩意儿就像一个内建的宇宙真相探测器。别的小孩在幼稚园忙着抢玩具车，或比谁的洋娃娃裙子更粉， INFJ 小孩却可能蹲在角落，盯着一只蚂蚁搬家，脑海里冒出这样的问题：这只蚂蚁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搬这片叶子？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？这种过早的哲学危机是 INFJ 童年的标志，他们的你让他们天生爱挖掘事物的深层意义，哪怕是在日常的小事，比如当老师说大家要排队领糖果，别的小孩只关心糖果是草莓味还是巧克力味， INFJ 却在想，为什么我们要排队？这是不是某种社会控制的隐喻？好吧，他们可能不会用隐喻这个词，但你懂那个意思。这种特质让 INFJ 小孩显得有点不合群，他们不是不爱玩，而是他们的脑袋总在另一个次元。他们可能会突然冒出一句让大人傻眼的问题，比如妈妈，如果时间停止了，我们会不会变成永远的洋娃娃？然后大人只能尴尬笑笑说，哈哈，宝贝，先把饭吃完好吗？小故事，小 INFJ 的宇宙笔记本。我认识一个 INFJ 朋友，回忆起他的童年，说他5岁时有本秘密笔记本，上面写满了他的人生观察，比如隔壁的狗狗每天叫，是不是因为知道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秘密？或是为什么下雨的时候大家都跑来跑去，雨不是天空的眼泪吗？这本笔记本被他藏在床底下，因为他觉得大人不会懂。这就是 INFJ 童年的你，一个小小的心灵装着大大的宇宙。第二章，外向情感 FE 的诞生。我要拯救全世界，但先从同学开始。 INFJ 的辅助功能是外向情感 FE， 这让他们天生有种我要让大家都开心的使命感。别看 INFJ 小孩安静，他们可是幼稚园里的和平大使。当小明和小华因为抢积木打起来， INFJ 小孩可能会默默走过去说，你们不要吵了，我们可以一起盖一座超级无敌大的城堡，然后用他们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让2个小霸王瞬间心软。但这 FE 也不是万能的，小 INFJ 的内心其实很纠结，他们一方面想让大家和谐共处，另一方面又因为你的深度思考，总觉得这世界好像有点不对劲。比如他们可能会因为听到新闻里的坏事，偷偷躲在被子里哭，然后暗暗发誓，我长大一定要让这个世界变好。是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INFJ 长大后会跑去做公益或写小说改变世界。 FE 的搞笑 bug， 过度共情。 FE 有个副作用，就是 INFJ 小孩有时会共情过头，比如当他们看到同学因为考试没考好而难过，他们可能比那个同学还难过，甚至主动帮对方擦眼泪，说没关系，我可以教你怎么算数学。结果自己回家后因为没能让同学开心而闷闷不乐。这种把别人的情绪扛在自己肩上的行为，让 INFJ 小孩有点像幼年版的悲天悯人超人。还有一次，我听说一个 INFJ 小孩因为看到卡通里的小狗被气，连续3天不肯吃饭，说我要存钱去救所有的流浪狗。这份纯粹的 FE 虽然有点夸张，却也让人忍不住想抱抱他们。第3章，内向思考 TI 的暗中发育。我要搞懂这一切，但悄悄的 INFJ 的第3功能是内向思考 TI， 这让他们在童年时就有种我必须把世界拆解成逻辑拼图的冲动。别看他们外表温柔，内心可是有个小科学家在忙碌。比如当老师说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，
INFJ 小孩可能会举手问，可是为什么是东边？如果地球转另一个方向，会不会从西边升起？老师通常会被问得一愣，然后说，这个问题很好，我们下次再讨论。这种 TI 的运作方式，让 INFJ 小孩有时会显得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。他们喜欢自己琢磨问题，而且一旦钻进去，就很难拔出来。比如，他们可能会花一整个下午研究为什么风筝会飞，甚至偷偷拆了爸爸的风扇，想看看里面的风力原理。结果当然是被骂了一顿。TI 的搞怪时刻，秘密实验室。我有个 INFJ 朋友说，他小时候曾经把家里的牙膏、洗发精和果汁混在一起，试图发明一种能让人永远快乐的药水。结果当然是弄得满地黏糊糊，还被妈妈罚站1小时。但他一点也不后悔，因为他觉得至少我试着搞懂了快乐的秘密。这就是 INFJ 的 TI， 带着一点天真的固执，却又可爱的让人没辙。第4章，外向感觉 C 的挣扎。现实世界，你别逼我。INFJ 的最弱功能是外向感觉 C， 这意味着他们对当下的感知有点迟钝。简单来说， INFJ 小孩活在自己的脑海里，对外界的刺激反应有时会慢半拍。比如，当大家在操场上疯跑玩老鹰抓小鸡， INFJ 小孩可能站在一边，盯着地上的蚂蚁，心想这只蚂蚁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游戏，然后完全没听到老师喊集合了。这种与现实脱节的特质，让 INFJ 小孩有时会显得有点笨拙。比如，他们可能会因为想着如果我是只鸟会飞到哪里，而一不小心撞到墙。或者在美术课上，别人都在画房子和太阳，他们却画了一个宇宙黑洞，还认真地跟老师解释这是时间的尽头。老师 C 的搞笑失误，迷路大王。 INFJ 小孩的 C 弱势还体现在他们的路痴属性上。我听说一个 INFJ 小孩某次跟家人去公园玩，结果因为追着一只蝴蝶跑，愣是把自己搞丢了。当警察叔叔找到他时，他正坐在草地上，淡定地说，我在想蝴蝶是不是宇宙的信使？这份就算迷路也要哲学一把的态度，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。第5章 INFJ 童年的怪癖清单。说了这么多 INFJ 童年的人格构成，来总结一下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怪癖吧。这些怪癖几乎每个 INFJ 回忆童年时都会心照不宣地点头。1. 秘密日记狂热者。 INFJ 小孩爱写日记，但不是写今天吃了什么，而是写我觉得云朵在跟我说话。这些日记通常藏得比宝藏还严实。2. 假装是小说主角，他们可能会幻想自己是某本书里的英雄，然后在房间里自导自演一场拯救世界的戏码。3. 动物沟通者。 INFJ 小孩特别爱动物，觉得自己能听懂猫咪或狗狗的心声，甚至会跟家里的鱼缸聊天。4. 过早的正义感，他们可能因为看到同学被欺负，愤而挺身而出，结果自己被揍得鼻青脸肿，还觉得值得。5. 收藏怪东西，别的小孩收集卡片， INFJ 小孩可能收集有故事的石头，或看起来像星星的玻璃碎片。结语 INFJ 童年，一场温柔的奇幻之旅。 INFJ 的童年就像一部没人看懂但自己乐在其中的独立电影。他们用捏编织梦想，用 FE 温暖身边的人，用 TI 解构世界，却因为 C 的弱势，偶尔在现实中摔几个跟头。这些特质构成了他们独一无二的人格，也为他们日后成为改变世界的梦想家埋下了种子。所以，下次你遇到一个安静的小孩盯着天空发呆，别急着说他不合群，说不定他正在脑海里构筑一个宇宙，等着长大后跟你分享呢。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再麻烦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。我爱你们！